抠门的极致是什么？抽油烟机滴的油收集起来继续炒菜，肥皂滴下的水收集起来当洗手液，菜叶子上的露水收集起来当饮用水。这个女孩年纪不大，省钱却比大妈还牛。但都这样了，在比省钱的节目上，她家还是输得惨烈。千桦毕业2年，300封简历投出去，却始终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在家啃老。妈妈跟人跑了，弟弟还小，爸爸一人辛苦养家，抠门省钱是他为这个家唯一能做的事。每当他为失业苦闷，爸爸就安慰他：起碼3年，記得500零封信啦，咁啊差唔多。殊不知，爸爸半年前也失业了。为了不让孩子担心，天天出门假装上班。其实他是在便利店坐一天，里面全是失业的人，连座位都要靠抢。一旦便利店要小时工，18块的工资，一大群人争抢，最后把工资压到管一顿饭就行。这天，开除爸爸的上司也来了。原来，等他开除完别人，老板就把他也开了。爸爸没给好脸色，可他却殷勤拿出一张报纸，上面刊登着一个游戏节目《千钱家族》。只要赢得游戏，节目组就帮你家还债，可参加条件很苛刻，必须一家4口全部失业。上司想和爸爸装4口之家参加节目，可爸爸却拒绝了，他可不要孩子知道自己失业的事。没想到上司直接找到爸爸家里和女儿摊牌，女儿心疼又自责，极力劝爸爸去参加节目。就这样，一家4口报名，顺利通过70万人的海选，最后和他家竞争的是小黎一家。决赛很变态，2家都要住在节目组特制的千钱之屋，吃饭用水都要花錢，可生活費只有400塊。1周以後，誰家剩的錢多，誰家就贏。不過為咗增加遊戲嘅刺激性，如果邊一家人最快到達慳錢屋嘅話，就可以額外攞多50蚊㗎啦。話音未落，2家拔腿就跑。小黎一家跑得快，千桦一家在後面追。爸爸靈機一動，帶着他們坐上公交，順利反超。小黎一家也上了公交，但拒不掏錢，下一站就被轟了下去。再上再被轰，就这么一站一车往前走着。千桦一家呢，当然也不会老老实实付车费。爸爸带弟弟先下，後數啊！媽媽再下，後數。最後只剩下千桦，準備只付自己的那份。沒想到司機看着年紀不小，可小嘴叭叭叭，連他家人從哪站下的都記得。沒辦法，千桦只能脫掉外套，肉身抵債。別誤會，是擦玻璃、打掃衛生。等千桦終於跑到千錢之屋，小黎剛好在他前面。千桦加速，小黎也加速，眼看超越無望，小黎自己竟然摔了。千桦一躍贏得了勝利，可想要拿到50塊，還要先回答節目組陳導演一個問題。請問啊，戴安娜嗰一劈直徑3寸半長嘅胎記仔喺個 pat pat 嘅左邊嗰楷定係右邊嗰楷呢？正確答案是千桦爸爸怎麼答都是錯。靠400天活1周的千錢之屋，他們來了。看看这家人有多抠，洗脸去化妝品店蹭買前體驗，還要護膚彩妝一條龍，吃飯去商場蹭免費品嘗，或者陳先生你吃剩的給我。大號當然要在公共廁所，沖水免費，衛生紙也管夠，洗澡也要在公共衛生間淋浴，烘手機還能吹頭髮。這7天他們需要住在特制的房子裡，吃飯要花錢買，喝水要花錢買，沖澡沖廁所也要花錢買。第一天大早，千畫家坐公交花了5塊錢，暫時落後小黎家。為了少花錢，千畫媽媽命令全家不吃不喝不洗澡，躺在床上睡大覺。可小黎家也用這招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直接勒緊褲腰帶。一家子狠人，直到深夜，媽媽終於忍不了了，她偷偷拿出5塊錢洗了一個澡，可這卻被兒子抓包了。不得已，媽媽又拿出5塊錢給他買了一包泡麵。可是面剛泡好，媽媽大手一撈，自己拿走了，一筷子幹了多半碗，然後交給兒子。兒子倒是很小口，但架不住一直吃。等他交給姐姐，只剩下麵湯了。姐姐有一絲猶豫，爸爸趕緊就說：我怕你真。姐姐立刻把麵湯乾了。第一天結束，千畫家落後小黎家整整15塊。到了第二天，千畫家改變思路，開啟了商場蹭吃蹭喝蹭洗蹭妝之路。爸爸媽媽和弟弟試吃豬扒都吃飽了，只有千畫被忍無可忍的售貨員趕走。他來到一家飯店，看到陳導演正在吃麵，聞一聞，真香啊！陳導演直接把麵推到他面前，千畫不敢吃。要人請食嘢犯規，可陳導演卻說：我實正唔要啊！千畫捧着飯大口大口吃了起來。面變米飯，捉到一個電影穿幫鏡頭。等千畫和家人會合，滿嘴油光，還一直打飽嗝，只能各種掩飾。
殊不知陈导演的摄像头啊一直往人家姑娘身上推。可吃晚饭时，千桦故意走到陈导演面前，说起咸鱼寿司很好吃，晚上可以吃这个。陈导演却冷着脸拒绝，还说他想多了。呵，男人坐等你打脸的时候。第二天，千桦家没花1分钱，可小黎家更狠，躺在床上一整天。可就在节目主持人宣布这一天的结果时，一個非人為難以解釋嘅意外。小黎一个呼噜，脑袋旁的100块钱直接被吹走了。是的，吹走了。所以第二天结果385對300，千桦家胜。第三天，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，妈妈大手一挥，带着全家去吃大餐。我哋乜都唔要噶啦，你拎走佢啊！炒都唔要啦，淨係要4隻1蚊雞啫。服务员解释，一桌只能1只，4人火速分开，1人坐1桌。没想到真的一人上了一盆火锅鸡，只不过是宇宙无敌变态辣椒鸡。行吧，那就开吃，吃的嘴巴变肿，吃的满脸通红，吃的满头大汗。只有千桦淡定依旧，他上辈子可能是四川脸。服务员很阴险，一直推销天价饮料，要钱那是不可能的，大家埋头猛吃。终于爸爸实在受不了了，准备买单，可服务员却说剩一克罚50欧亲，爸爸只能继续吃。终于吃完了，可服务员还是说5蚊1盒健康雞。好家伙，爸爸连汤也喝，妈妈受不了了，冲去厕所找水喝。可等他回来，爸爸、女儿、儿子都喝完了，只有他的锅里离奇出现很多汤。好吧，妈妈端起锅，一口闷了，扔下4块钱，冲向了公共厕所。他猛地喝水，谁成想竟然被一个小太妹打劫，连衣服带钱全都被抢。这下玩完了，大家垂头丧气回家，没想到妈妈却留了一手。为了不花钱，这家人睡了2天觉，饿得肚子咕咕叫，就勒紧一点裤腰带。可睡觉打呼噜竟然吹走了100块，比隔壁家吃饭洗澡花的钱都多。幸好隔壁千桦家被打劫，再次落后。小黎决定带家人吃顿好的，1包小饼干2人分1片，剩下的留下顿。更饿了，裤腰带再勒紧2格。小黎想靠这种办法在7天之内花钱比千桦家少，赢得节目游戏。现在自己家还剩200多，千桦家只有几十块了，胜利就在前方。然而老话说得好，钱不是省出来的。千桦家想到了逆袭办法，省钱屋里泡面、汽水只要5块，只要拿出去卖高价，不就能反向挣钱了？千桦找到楼顶建筑工人，而且是外国人，他们有下午茶习惯，卖泡面、汽水刚刚好。果然，千桦家的泡面、汽水全都卖完了。千桦还跑到小黎家，假装自己家破罐子破摔，要花钱买享受。自己家吃完了，现在想买小黎家的。小黎当然答应，看见千桦全都买了，还讽刺他是个傻子。然而打脸来得很快，妹妹回家告诉他千桦卖零食已经赚了很多钱，小丑竟是他自己。小黎无语凝噎，赶紧拉着妹妹去附近超市买泡面、汽水。谁知超市也被千桦扫荡了，小黎出高价才从老板手中拿到货，他们急急忙忙也去顶楼售卖零食。然而为什么叫下午茶？那是下午吃的呀。现在天都黑了，工人们要回家吃晚饭。再一次，小丑竟是他自己。小黎赶紧去退货，然而老板翻翻零食，这个皱了，这个不冰了，想退货也行，那就半价吧。小黎一咬牙，那就半价。妹妹提醒小黎，我们可以明天继续卖呀。可小黎很绝望，明天比赛就结束了呀。很快，第2天到了，节目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：400块花7天，剩钱多的那家是小黎一家。就算千桦一家最后挣了钱，小黎一家赔了钱，可最后小黎一家还是以5毛的优势险胜。可就在这时，千桦手往斗笠一伸，掏出一个硬币5块钱。原来第1天坐公交，他替司机打扫卫生后，他的车费司机根本没要。这下赢的人是千桦家，他们家的负资产都会被节目组买下，一家人高高兴兴。然而又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千桦出现了，光看样子就知道这才是千桦的亲妈。原来他嫌弃家里穷，离家出走，为了参加节目，爸爸的上司假装妈妈。小黎眼尖，一下看出不对，最终胜利还是属于他家。不过失去奖金的千桦一家依靠努力奋斗，半年后也还完了家庭负债，还开了一家餐厅。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温暖那些身处困顿的人，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做人呢，开心最重要。